你們跟爸爸還是媽媽？上一世我選了媽媽。可他為什麼要搶？算了，一人一次也算公平。歡迎收看有聲繪本小說《被換了人生後，我成了金圈皇太女的妓女》。暖暖聽書，請您按讚加訂閱。我不想用惡意揣測他，我理解他，我真的理解。可我心裡還是有什麼東西被那一眼輕輕扎了一下。法院門口的風很大，雨已經小了。爸爸撐着傘走過來，彎腰看着我，走吧。我忽然有點理解他為什麼後來變得那麼尖銳。你妹妹跟你不一樣。奶奶有一次來看我，坐在沙發上一邊剝橘子一邊說，她隨她媽，脾氣急，一點就着。你隨你爸，悶葫蘆，什麼都往心裡藏。我把這句話當成誇獎聽了。其實奶奶說的沒錯，上輩子的我在美國長大，性格裡多了一點美式的隨性和直接，但骨子裡還是不太愛表達。繼父說我像一潭深水，表面波瀾不驚，底下全是暗湧。奶奶走後，我獨自在客廳坐了一會兒，想着一件事：爸爸什麼時候會再婚？按照上輩子妹妹的說法，爸爸是在他10歲那年娶的那個女人，也就是2年後。那個女人叫什麼來着？妹妹提過，但我沒太在意。上輩子的我對爸爸的新家庭始終保持着一種疏離的態度。畢竟我也接觸不到他們了，我只記得妹妹對他的評價：強勢、冷漠、控制欲極強，像個活閻王。活閻王妹妹的原話。我在心裡默默給這個素未謀面的後媽貼了個標籤，又覺得不太公平。畢竟上輩子的妹妹是個脾氣急的人，2個人出不來，未必全是對方的問題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8歲的身體裡住着一個18歲的靈魂，這種體驗很奇妙。3年級的數學題我閉着眼睛都能做，但是語文，尤其是作文就差了點，有時候用詞太深，有時候錯別字太多。總之不像這個歲數的學生，這一世既然換了個劇本，我得重新想清楚自己要什麼。花滑。我躺在床上，天花板上的吊燈在黑暗中像一個模糊的光斑。上輩子我6歲多開始學滑冰，8、9歲已經在美國的俱樂部開始正式訓練了。現在我已經快10歲了，如果還想走那條路，起步已經遲了。而且，爸爸會送我去學嗎？上輩子的繼父熱愛冰雪運動，主動發現了我的天賦。可爸爸呢？爸爸連周末陪我吃頓飯的時間都沒有，他會願意每周開車送我去冰場，交昂貴的學費給我請教練嗎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妹妹會走那條路。果然，幾個月後，媽媽的朋友圈開始出現妹妹在冰場上的照片。第一張是妹妹穿着租賃的冰鞋站在冰面上，我盯着那張照片看了很久。一切都和我記憶裡媽媽當年發的那條朋友圈一模一樣，劇本沒有變，只是換了主角。我關掉手機，閉上眼睛，胸口有一種說不清的感覺，不是嫉妒，更像是一個人在照鏡子，鏡子裡的人卻不是自己。
接下來的幾年裡，媽媽的朋友圈成了我了解妹妹動態的主要渠道。她更新得很頻繁，幾乎每隔2-3天就會發一段妹妹訓練的視頻或照片。10歲，她開始練習兩株跳，也就是在那一年，媽媽發了一條很長的朋友圈，說妹妹被一位著名的花滑教練看中，對方是前奧運獎牌得主，願意收妹妹為徒。配圖是妹妹和那位教練的合影。2個人站在冰場邊，妹妹穿着訓練服，臉上帶着燦爛的笑。那位教練我認識，上輩子他也是我的教練。那一刻，我心裡最後一絲僥倖也消失了。妹妹不只是想學花滑，她是想完完整整地複刻我上輩子走過的路。同一個教練，同一個俱樂部，同一個訓練體系，最終指向同一個目標——奧運金牌。她會成功的，我想。而我要學會的是和上輩子的生活告別。我要相信自己，有能力活在當下，不再追回往日。10歲那年，妹妹在地區賽上拿了第1名。媽媽發了9宮格，每一張都是妹妹在領獎台上的照片，手裡捧着獎杯，脖子上掛着獎牌，笑得眉眼彎彎。爸爸那天正好在家，看到我拿着手機，隨口問了一句：“看什麼呢？”爸爸看完沒說什麼，只是過了一會兒，我聞到紅燒排骨的味道從廚房飄出來，那是我最喜歡吃的菜。爸爸就是這樣的人，他不會說你妹妹很厲害，也不會說你要是也想學什麼，我也可以送你。他只會默默地做一道你愛吃的菜，然後把所有說不出口的話都燉進肉裡。我走到廚房門口，靠着門框看他。爸，我說我不羨慕妹妹。他切蔥的手頓了一下，我就是覺得，我斟酌着措辭，他過得挺好的。爸爸嗯了一聲，繼續切蔥，但我看到他的肩膀微微鬆了一下。10歲那年秋天，爸爸帶回來一個女人。那天是週6，我坐在客廳沙發上看書，一本上下5000年學校推薦的課外讀物。門鎖響動的聲音傳來，我沒抬頭，以為是爸爸買了菜回來。他偶爾會在周末做飯，手藝意外的不錯。這是我女兒。爸爸的聲音有些緊繃。我抬起頭，女人站在玄關，穿着深灰色的西裝褲和白色襯衫，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的風衣，頭髮盤得很緊，一絲碎髮都沒有。五官算不上驚豔，但線條凌厲，眉骨高，眼尾微微上挑，整個人像一把剛開過刃的刀。他身後還跟着一個司機模樣的男人，手裡拎着幾個禮盒。你好，他看着我，聲音不高，但每個字都很清楚。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姓沈，你叫我沈阿姨就行。沈。我忽然想起來上輩子妹妹提過，那個女人姓沈，叫什麼她沒說，只說那個姓沈的女人，就是她了。我合上書，站起來微微笑了一下。沈阿姨好。沈阿姨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2秒，然後點點頭，對爸爸說：“你女兒比你懂禮貌。”爸爸張了張嘴，沒說出話來。我在心裡笑了一下。爸爸在沈阿姨面前像一隻被捏住後頸的貓，渾身上下都不自在。那天沈阿姨留下來吃了午飯，她坐在餐桌前，脊背挺得筆直，筷子用得極其標準，夾菜的時候手腕不動，只有手指在用力。爸爸做的紅燒排骨，他吃了2塊，然後放下筷子，認真地評價了一句：“很好吃。”爸爸的表情有點如釋重負，又有點開心，反正很複雜。我忍不住想笑，忍住了，低頭扒飯。沈阿姨轉頭看我：“你平時誰輔導功課？”我自己。我說：“考試考多少分？數學、英語都是全班第1，語文第3。”她挑了挑眉，似乎有點意外。然後又看了爸爸一眼，那眼神分明在說：“你運氣倒是不錯。”爸爸依然沒說出話來。那天之後，沈阿姨來家裡的頻率越來越高，一開始是周末來吃個飯，後來變成了每周3、4次，再後來，她的牙刷出現在了衛生間的杯子裡，她的拖鞋出現在了玄關的鞋櫃裡。爸爸始終沒有正式跟我提過這件事，他大概不知道怎麼開口。
最後還是沈阿姨自己說的。那天她來的時候帶了一個文件袋，坐在我對面，把文件袋推到桌子中間。你看看。我打開，裡面是一份房產證複印件，寫的她的名字，還有一份銀行流水，以及一張打印好的 A4 紙，上面用宋體字寫着：沈韻，女，44歲，未婚，無子女，現任職於某部委。基本情況都在這裡了。沈阿姨的語氣像在做工作匯報。我跟你爸爸在一起，如果你不同意，這事就當我沒提過。我看着那份文件，忽然覺得有點好笑。但我知道上輩子的妹妹是不同意的。據她說，她鬧得很厲害，摔東西絕食，在爸爸面前哭了1個星期。後來爸爸和沈阿姨還是結了婚，但妹妹一直沒有接受她。2個人明裡暗裡鬥了好幾年，最後沈阿姨和爸爸離了婚。我倒覺得還好，爸爸肉眼可見開朗起來，他高興就好。我當然同意，我說，把文件袋推回去，看着沈阿姨的眼睛，你們好好的就行。沈阿姨頓了一下，只是一瞬間的事，但我捕捉到了她那個萬年不變的撲克臉上閃過了一絲極其微弱的，類似於柔軟的東西。她說，把文件袋收回去，站起來，我出去買菜，晚上吃魚。我好像看見她臉紅了。她走到門口換鞋的時候，我聽到她小聲說了一句：這孩子比他爸強多了。我假裝沒聽到。婚禮很簡單，沒有大操大辦，就是在民政局領了個證，2家人吃了個飯。沈阿姨那邊的親戚來了幾個，都是話不多但氣場很強的人，穿着打扮樸素，但舉手投足間有一種說不出的貴氣。其中有一個看上去比我大一點點的男孩，14、15歲的樣子吧。沈阿姨叫他阿進，說是他侄子，他們看上去關係挺親密的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禮貌性地笑了笑，然後繼續低頭喝茶。我沒有多想。婚禮後，沈阿姨正式搬了進來。她的東西不多，衣服全是清一色的深色系，黑灰、藏藍，沒有一件花哨的。護膚品也只有基礎的3件套，簡潔的像男賓。但她對家裡的收納要求極高，每一件東西都有固定的位置，連遙控器的擺放方向都要統一。爸爸起初很不適應，經常因為隨手把外套扔在沙發上被他說，但沈阿姨不嘮叨，她只是把那件外套拿起來掛好，然後貼上便利貼，外套請掛在玄關衣架上。爸爸看到那行字的時候，表情很微妙。我覺得他們倆其實挺般配的。上輩子的妹妹說沈阿姨不好相處，我現在覺得那可能只是因為他們倆都是刺猬。2隻刺猬湊在一起，除了互相扎，沒有別的結局。而我不是刺猬，上輩子在繼父家裡，我學會了察言觀色。繼父是個溫和的人，但他的社交圈子裡什麼人都有。華爾街的金融精英，硅谷的科技新貴，好萊塢的制片人，還有各種各樣帶着目的接近他們的人。我見過太多形形色色的面孔，早就練出了一套和任何人相處的本事。沈阿姨這樣的人對我來說不難，她喜歡秩序，我就把房間收拾得一塵不染。她不喜歡廢話，我就長話短說。她看重成績，我就考高分，都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漸漸的，我發現沈阿姨其實不是冷漠，她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感情。她的世界裡只有規則和目標，沒有隨便還行都行這種模糊地帶。有一次，我考試考了年級第1，沈阿姨看了成績單，沉默了很久，最後說了句“不錯”，只有2個字。但那天晚上，我的書桌上多了一盞新的台燈，護眼的，可調節色溫的那種。她甚至沒有留紙條，沒有說這是給你的，就那麼安靜地放在那裡，像是她本來就應該在那個位置一樣。我打開台燈，暖黃色的光照亮了整張書桌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有點心疼沈阿姨。她大概也是第一次學着當媽媽吧，第一次結婚就給人當繼母，真是不容易。我該跟爸爸對她更好。日子就這樣不緊不慢地過着。我升了初中，又升了高中，成績一直穩定在年級前列，但從來沒有刻意拔尖。我不想引起太多注意，
也不想讓沈阿姨和爸爸對我有過高的期待。與此同時，妹妹在大洋彼岸的消息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地湧來。10歲，妹妹通過了青少年花樣滑冰測試，進入更高級別的訓練組。11歲，她第一次參加全美青少年錦標賽，拿了 Novice 組的銅牌。媽媽發了一條很長的朋友圈，感謝教練，感謝俱樂部，感謝所有支持妹妹的人。最後說，寶貝，你是媽媽的驕傲。12歲妹妹換了新的教練，一位以培養奧運選手聞名的傳奇教練。這位教練上輩子也帶過我，但是在我14歲的時候，妹妹比我早了2年，她在加速。我看着她每一步都踩在我上輩子的腳印上，每一步都比原來的時間線更早更猛。她不只是想複刻我的成功，她還想超越我，在那個從未存在過的上輩子的我面前。13歲妹妹在青少年組別裡嶄露頭角，被媒體稱為華裔花滑神童。14歲，她開始在國際青少年比賽中拿獎。15歲，她獲得了世青賽的參賽資格。每一條消息我都看到了，每一次我都會在心裡默默地換算，上輩子的我在同一年齡做到了什麼程度？妹妹比我快了還是慢了？大部分時候答案是快了，她會成功的。我反覆告訴自己這句話，她會站上奧運會的領獎台，會聽到國歌為她奏響，會看到全世界的聚光燈打在她身上。那本該是我的人生，我讓給她了，她拿走了，這很公平。可有時候在深夜，當我關掉手機，把臉埋進枕頭裡的時候，會有一種極其微弱的聲音從心底浮上來。那個聲音說：“你真的不想要了嗎？”14歲那年，我接到了妹妹打來的第一個電話。是的，第一個。上輩子我們雖然是姐妹，但很少主動聯繫對方。這一世分開後，我們更是幾乎沒有通過話。媽媽偶爾會讓我跟妹妹視頻，但妹妹總是一副愛答不理的樣子，說不了幾句就跑開了。所以那天晚上，當手機屏幕上彈出“妹妹”2個字的時候，我愣了一下。我接起來，姐。她的聲音隔着太平洋有點失真，但我能聽出那種屬於青春期的略帶尖銳的嗓音。沉默了幾秒，她在電話那頭吸了一口氣，像是在組織語言。我今天完成了3周跳，她說。教練說我是他這個年齡段裡第3個完成3周跳的女生。恭喜你，我說，語氣盡量真誠。又是沉默。姐，她忽然說。你為什麼不滑冰了？我握着手機的手指微微收緊。我記得你小時候也挺喜歡滑冰的。他的聲音聽起來很隨意，像是不經意提起。有一次我們去商場，那個小冰場你滑得比我還好，後來怎麼不學了？後來沒時間了。我說功課忙。哦，他說，語氣裡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，像是失望，又像是鬆了一口氣。你好好練，我說，說不定你能拿奧運冠軍。電話那頭安靜了很久，久到我以為信號斷了。我會的，他說，聲音忽然變得很硬，像是在跟誰較勁。我會拿給你看的。然後他掛了。我放下手機，坐在書桌前，看着窗外發呆。北京的秋天很短，樹葉還沒來得及變黃，就被風吹落了。沈阿姨養的君子蘭擺在窗台上，葉子綠油油的，開了一朵橙色的花。她為什麼給我打電話？她是想確認一件事，確認我真的放棄了花滑，確認我真的不會再跟她爭那條路。她怕我，這個認知讓我覺得荒謬。一個在大洋彼岸被名師栽培、被媒體追捧的花滑神童，居然怕一個在北京安安穩穩讀書、連冰場都沒再去過的姐姐。可轉念一想，我又理解了她。如果我是她，我也會怕，因為我知道她手裡的這一切原本是屬於另一個人的。那個人比她早走過這條路，比她更知道哪裡有坑，哪裡有彎，哪裡可以加速。如果那個人想要拿回去，他比我更有優勢，所以他需要確認那個人真的不要了。我不會跟他爭的。我在心裡默默說，不是因為我不想，而是因為我選了另一條路。既然選了，就沒有回頭路可走。
15歲、16歲、17歲，妹妹的消息越來越少，但每一條都分量十足。16歲，她升入成年組，在全美錦標賽上拿了第4名。雖然沒上領獎台，但對於一個16歲的華裔選手來說，已經是相當亮眼的成績。17歲，她拿了全美錦標賽的銀牌，獲得了參加世錦賽的資格。同年，她在世錦賽上獲得第7名，鎖定了美國隊在下一屆奧運會上的一個參賽名額。一切都在按計劃推進下一屆奧運會。她18歲，和我上輩子站上奧運領獎台時一樣的年紀。媽媽的朋友圈更新得越來越頻繁，每一條都洋溢着驕傲和期待。她說妹妹每天都在加練，說妹妹的節目編排，請了頂級的編舞師，說妹妹的教練認為她有實力衝擊獎牌。我一條一條的看完，然後關掉手機，繼續做我的數學卷子。沈阿姨注意到我最近總是看手機，有一天在餐桌上忽然問了一句：“你那個妹妹在美國滑冰的那個？”我說：“滑得怎麼樣？”“挺好的。”我說：“應該能上奧運會。”沈阿姨挑了挑眉，沒再說什麼。爸爸低頭喝湯，筷子夾菜的動作頓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復了正常。我知道爸爸心裡其實是在意的，他從來不說，但每次媽媽在朋友圈發妹妹的視頻，他都會反覆看好幾遍，有時候還會把手機拿近一點，像是在努力看清冰面上那個小小的身影。那是他的女兒，另一個女兒，但爸爸在外面很少會炫耀妹妹，好像從我選了跟爸爸之後，他就把我當成他的獨生女了。他可能是怕我會覺得他拿我跟妹妹比較，畢竟妹妹現在的成就確實很耀眼，當然我也不差，我也很厲害的。17歲那年秋天，沈阿姨忽然變得忙碌起來。她原本在部委的工作就很忙，但那段時間她經常出差，有時候一走就是半個月。爸爸問她在忙什麼，她只說上面有安排，不多解釋。爸爸也不再問，他早就習慣了沈阿姨的作風，不該問的別問，該知道的自然會說。有一次沈阿姨出差回來，臉色不太好，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，我給她倒了杯溫水，她接過去喝了一口，忽然說：“你下個月滿18了吧？”“對。”我說，“下個月。”她睜開眼睛看着我，目光裡有種我從未見過的東西，不是審視，不是評價，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認真。“我下個月要回京述職。”她說，“你跟我一起去。”“述職？”我愣了一下，“不是單位的事。”沈阿姨打斷我，語氣很淡，“是我家裡的事，我家裡人想見見你。”我端着水杯的手頓住了。沈阿姨從來沒有提過她的家人，這些年裡，我只在婚禮上見過她那邊的幾個親戚，而且都是遠遠的，沒有深交。關於她的家庭背景，她一個字都沒說過。但我不傻。沈阿姨的沉默不是刻意隱瞞，而是一種早已習以為常的低調。那種低調不是偽裝，是真正的骨子裡的，不需要張揚。就像真正有錢的人不會天天把我有錢掛在嘴邊一樣，真正有背景的人也不會到處說我家裡是誰誰誰。他姓沈，在金圈裡這個姓氏意味着什麼？我開始搜記憶裡上輩子聽說過的一些信息碎片。上輩子我雖然大部分時間在美國，但繼父的社交圈子裡也有不少來自中國的精英，偶爾會聽到一些關於金圈的閒談，什麼4、9成大院子弟，某家某姓。我當時聽着像天書，沒往心裡去，但現在回憶起來，那些碎片拼在一起，指向了一個方向。我沒有繼續想下去，有些事情想得太早，未必是好事。沈阿姨帶着我回北京的那天，天氣很好，秋高氣爽。我們坐的是一輛黑色轎車，不是沈阿姨平時開的那輛帕薩特，而是一輛掛着特殊牌照的車。司機是個沉默的中年人，全程沒有說一句話，連導航都沒開，顯然對路線爛熟於心。車開了很久，從市區開到了西郊，路兩旁的風景從高樓大廈變成了低矮的圍牆，又從圍牆變成了大片大片的樹林。最後，車子在一扇鐵門前停下來，門口站着2個筆直的哨兵。
哨兵朝車內看了一眼，敬了個禮，鐵門緩緩打開。我坐在後座，心跳平穩得不像一個18歲的女孩。也許是因為上輩子見過太多大場面，奧運會決賽的冰場上，幾萬人的目光聚焦在你身上，那種壓力比這大多了。車子停在了一棟小樓前，樓不高，只有3層，紅磚外牆被爬山虎覆蓋了大半，看起來很普通。但門口的崗亭和院子裡偶爾走過的腳步無聲的人，都在暗示這裡不普通。沈阿姨下了車，整了整衣領，回頭看了我一眼，跟緊我，別亂跑。我點點頭，進了樓，上了2樓。走廊裡鋪着暗紅色的地毯，踩上去沒有聲音。沈阿姨在一扇門前停下，敲了3下，然後推門進去。房間裡有一股淡淡的藥味。一個老人靠在床上，頭髮全白了，但眼神還很亮。床邊站着幾個人，其中一個我認識，沈阿姨的侄子，那個在婚禮上見過的叫阿進的男人。他比當年成熟了一些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夾克，站在窗邊，手裡拿着一杯茶。爸，沈阿姨走到床邊，聲音放得很輕，我帶他來了。老人看向我，那一眼和沈阿姨第一次看我的眼神如出一轍，審視、評估，像是在看一件物品合不合用，但老人的目光更深更沉，像是能透過皮囊看到骨頭裡。過來，他說。我走上前，站在床邊，微微彎腰，您好。老人的嘴角動了一下，不知道是笑還是什麼別的表情。他上下打量了我幾秒鐘，然後轉頭看向沈阿姨，長得不像你，又不是我生的。沈阿姨說，性子像你。老人說。沈阿姨沒接話，她看了我一眼，沒再追問，轉頭對沈阿姨說，你跟你哥他們商量吧。沈阿姨點點頭，示意我出去。我退出房間的時候，和窗邊的男孩，不，阿進，現在是男人了，對上了目光。他端着茶杯，微微側了側頭，像是在重新認識我。我跟他不算熟，但我認識他很久了。走廊裡很安靜，我走到他旁邊，在窗邊站了一會兒，看着院子裡那棵銀杏樹，葉子剛開始變黃，邊緣鑲了一圈金色。他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頓，目光在我臉上停了一瞬，然後若無其事地移開他，轉身往走廊另一頭走。走了幾步，忽然停下來，偏頭說了一句，姑姑說你成績很好，年級第1。還行。我說，還行。他重複了一遍，語氣裡帶着點似笑非笑的意味。金圈裡從來沒有人用還行評價自己。那我改一下。我說，是挺好的。他終於轉過頭來，正眼看我了。明年高考報北京的學校吧？他淡淡的說道。我只是疑惑他為什麼對我說這話。晚上家裡有飯局，他說，你一起來。好，我應了下來，沒有什麼受寵若驚的表情。傍晚的時候，飯局設在那棟小樓的一層餐廳裡，一張大圓桌坐了10幾個人，大多是中年的面孔，偶有1-2個年輕人。沈阿姨坐在老人的左手邊，老人的右手邊空着一個位置。那個位置本來是留給沈阿姨的大哥的，但他臨時有事沒來。我被安排在沈阿姨旁邊，菜一道一道的上，都是家常菜，但每道菜的用料都極其講究。紅燒肉用的是黑毛豬的五花3層，清蒸魚的魚是當天從密雲水庫送來的。飯桌上的人說話聲音不大，但信息量極大。誰調去了哪裡？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哪個學校？誰在這個項目上占了先機？誰在那個領域說了算？每個人都在不動聲色地交換信息，表面上其樂融融，底下全是暗流。沈阿姨不怎麼說話，偶爾給老人夾菜，偶爾側過頭跟我低聲說一句。飯局進行到一半的時候，老人忽然放下筷子，看了我一眼。這丫頭多大？18。沈阿姨說，有對象嗎？滿桌安靜了一瞬，沈阿姨面不改色，沒有。老人嗯了一聲，拿起筷子繼續夾菜，像是隨口一問。但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，這位老人從來不會隨口說任何話。
阿進坐在桌子的另一端，正在慢條斯理地喝湯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飯局結束後，沈阿姨讓我在客廳等一會兒，她和幾個長輩去書房說話。我坐在沙發上，手裡捧着一杯熱茶，看着牆上的字畫，是一幅行書，寫的是靜水流深4個字。看懂了，聲音從身後傳來。我回頭看到阿進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了我後面，手裡依然端着那杯茶。我開始懷疑他的茶杯是一個道具，裡面的茶可能永遠喝不完。字寫得很好，我說，我問的不是字。他說，繞過沙發，在我對面的單人沙發上坐下，翹起2郎腿。我問的是今天這頓飯。我端着茶杯想了想，飯挺好吃的。他眉毛微微一動。阿進放下茶杯，身體微微前傾，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和之前完全不同了。之前的打量是俯視的，而現在他似乎在重新評估我的高度。姑姑說的沒錯，他說，你確實比你爸強多了，裝傻充愣這方面，他補充道。我無語了，所以我放下茶杯，直視他的眼睛。不如您直說。他沉默了幾秒，客廳裡只有牆上的老式掛鐘在走，滴答滴答，每一秒都清晰得像心跳。姑姑回京述職，他終於開口，聲音低了一些。這次之後他會留在北京，他需要人，需要我，需要你。他說，你是他的繼女，跟了他10年，感情深厚，品貌出眾，成績優異，沒有任何不良記錄。在所有人眼裡，你是最合適的人選。最合適做什麼？他看着我，嘴角微微上揚，那個笑容裡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，也許是篤定，也許是欣賞，也許只是一個獵人看到獵物落網時的滿足。最合適，他說，成為沈家的一部分。掛鐘又響了3聲，沈阿姨果然留在了北京。新的任命下來，她升了一級，工作更忙了。18歲那年冬天，冬奧會開幕了。我以為妹妹會代表美國隊出戰，女子單人滑的，就像我上輩子一樣。我下意識要聯繫妹妹，但又怕她會覺得我這是戳她的心窩子。1個月後，消息從大洋彼岸傳來，不是通過媽媽的朋友圈，而是通過一個我沒想到的渠道。那天我正在學校上課，手機震了一下，是一條來自陌生號碼的短信，只有一句話：姐，我想回來。我盯着那5個字看了很久。上課鈴響了，我把手機翻過來扣在桌上，繼續聽課。但那些字像是刻在了我的腦子裡，怎麼也揮不掉。我想回來。他想回來，回哪裡？回北京，回爸爸家。下課後，我給他打了電話，電話響了很多聲才接起來。那邊很安靜，安靜的不正常。沒有冰場的音樂，沒有教練的喊聲，沒有冰刀劃過冰面的聲音，只有沉默和他偶爾的呼吸聲。怎麼了？我問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。我被禁賽了。他的聲音很小，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。我的心臟猛地縮了一下。為什麼？又是沉默。然後他笑了，那笑聲很輕，輕得像冰面上的一道劃痕，但裡面沒有任何快樂的成分。選拔賽上，我跟人打了一架。他說，我握着手機的手微微發抖。對方也是俱樂部的隊員，他的聲音開始顫抖，像是繃了很久的弦，終於快要斷了。他一直在挑釁我，說我搶了他的位置，說我靠關係，說我媽嫁了個有錢人就了不起了。我的眼眶忽然一熱，我也有遇到類似的情況。什麼美籍華裔奧運女單花滑冠軍，拿到這個頭銜之前，霸凌閒言碎語充斥耳邊。但站在巔峰的運動員之所以能站在那裡，是因為他熬了過去。然後我就打了他。妹妹的聲音忽然變得很硬，像是要把所有軟弱都擠出去。我推了他，他摔倒了，撞到了擋板，腦震盪。教練報了警，俱樂部說要開除我，冰協說要禁賽，奧運會我沒選上。他沒說完，一個奧運週期。
他22歲不是不可能，但一個被禁賽過、被俱樂部開除過的選手，想要重回頂級賽場，難如登天。姐，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小，我是不是做錯了？我閉上眼睛，雨水打在窗玻璃上的聲音和10年前一模一樣。你做的每一件事，我說，聲音很輕，都是你自己選的。他沒有說話，但是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希望他振作起來。電話那頭傳來一聲極其微弱的壓抑的哽咽，然後他掛了。我站在走廊盡頭，手機貼在耳邊，聽着嘟嘟嘟的忙音。秋天的風從窗戶吹進來，涼颼颼的，吹得我眼睛發澀。沈阿姨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了我身後。誰的電話？她問。妹妹，我說。沈阿姨看着我，沒有追問，她只是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巾遞給我。我接過來，擦了擦眼角。她怎麼了？沈阿姨問。奧運會前，她跟人打了一架。我說，被禁賽了。沈阿姨沉默了幾秒，然後說了一句讓我沒想到的話：你那個妹妹我見過，照片跟你長得挺像的。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。但是不一樣，沈阿姨看着我，目光很平靜。你們的眼睛裡裝着不一樣的東西。某天晚上11點，手機震了一下，消息寫着我在冰場。我一開始不解，直到附帶一個定位：北京的冰場，妹妹回來了。我穿上外套，拿了鑰匙出了門。北京的冬夜很冷，風颳在臉上，像刀割一樣。我打車到了那個冰場，從車窗裡看到裡面還亮着燈。冰場在一個商業綜合體裡，這個點商場已經關門了，只有冰場還開着夜場。我推門進去，冷氣撲面而來，混合着冰面特有的那種清冽的味道。冰場上只有一個人，他穿着黑色的訓練服，頭髮紮成馬尾，在冰面上慢慢地滑着。沒有音樂，沒有教練，沒有觀眾，他只是一個人一圈一圈地滑着，像一隻被關在籠子裡的鳥，在有限的空間裡重複着無限的動作。我走到擋板邊，站在那裡，他滑過來，在我面前停下，隔着擋板，我們看着對方。10年了，上一次這樣面對面地看對方，還是在法院走廊裡。他靠在媽媽懷裡，越過媽媽的肩膀看了我一眼。那時候我們都8歲，穿着一樣的衣服，紮着一樣的辮子，像鏡子裡的2個人。現在不一樣了，他的臉比我瘦削，顴骨微微凸起，下巴尖尖的，眼下有很深的青黑，頭髮沒有好好打理，有些碎髮從馬尾裡跑出來，貼在臉上。而我的臉上帶着從沈家學會的恰到好處的微笑。他看着我的微笑，忽然笑了一下。那個笑容很苦澀，像泡了太久的茶。姐，你贏了，他說，聲音很輕，但在空曠的冰場裡，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。什麼意思？你覺得我跟你在比賽？我說，對你來說不是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對我來說是。他滑開去，做了幾個交叉步，然後在冰場中央停下來，燈光從上方打下來，他的影子落在冰面上，又細又長。我本來以為拿了奧運金牌我就贏了。他的聲音在冰場裡回盪，我練得比你早，教練比你好，我每一步都走得比你快，我以為我一定能贏。他轉身看着我，但是你知道嗎？我上了冰才知道，你當年走的那條路有多難。我的喉嚨發緊，3周跳我摔了多少次？300次、500次，我數不清。他的聲音開始發抖，每次摔在冰面上，我都想，姐姐當年也是這麼摔過來的。她摔了，爬起來繼續跳；我摔了，爬起來也繼續跳。我以為只要我夠努力，我就能比你更強。她什麼都說出來了，我好像也不能假裝聽不懂了。她的眼眶紅了，但沒有哭。姐，他們說性格決定命運，是真的嗎？她問得尖銳。我閉上眼睛。姐，妹妹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。你跟沈阿姨，你們相處得好嗎？挺好的，我說。那果然是我的問題嗎？她的眉頭皺起來，語氣裡帶着那種熟悉的尖銳。那個女人，她不是很兇嗎？上輩子她就跟爸離婚了，我跟她吵了無數次架，她根本不是一個好相處的人。
我想說什麼？他不是不好相處，我說他只是不會跟你相處。妹妹愣了一下，姐，你也是重生回來的吧？她忽然很確定，語氣卻十分淡然。無論怎樣的人生，你都過得那麼好，妹妹說。我不置可否，妹妹看着我，眼神複雜。姐，那你是不是從一開始就知道我？知道你也重生了，我替她說完。她的瞳孔輕輕放大了她自己，說出來是一回事，我點出來又是另一回事。我知道，我說，從你在法庭上先選了媽媽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你為什麼不跟你搶？她點了點頭。我看着冰面上的燈光，看着她的影子，看着我自己映在玻璃上的模糊的倒影。因為那是你的選擇，我說，就像當年我選擇了媽媽一樣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冰場裡安靜了很久，遠處傳來冰面維護機器的嗡嗡聲，工作人員在準備清場了。妹妹低下頭，看着冰面上自己的倒影。姐，她忽然說，你能教我滑冰嗎？你不是有教練嗎？我說，我不要教練。她抬起頭，眼睛裡終於有了一點光。我要姐姐。我沉默了幾秒，然後說，我現在不滑冰了。那你能陪我滑一會兒嗎？就一會兒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那雙和我一模一樣的眼睛，此刻正看着我，帶着8歲時沒有的，16歲時沒有的，甚至連上輩子都從未有過的脆弱和誠懇。我脫下外套放在擋板上，然後從旁邊的架子上拿了一雙公用的冰鞋，坐在長椅上換鞋。妹妹滑過來，趴在擋板上看着我繫鞋帶，鞋帶要繫緊一點，她說，不然腳踝會晃。我知道，我說，你確定你知道？你都10年沒滑過了。我繫好最後一根鞋帶，站起來，推開冰場的門，邁上冰面。冰刀觸冰的那一刻，整個世界都安靜了。那種感覺回來了，不是記憶，不是肌肉反應，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東西，像是血液裡流淌的某種本能。鏡面就是我的第二個地面，冰刀就是我的第二雙腳。我滑了幾步，加速做了個簡單的交叉步，然後是一個前外刃轉3。妹妹瞪大了眼睛，你騙人，她說，你根本沒忘。我在冰面上轉過身，面對着她，倒滑了幾步。沒忘，我說，但是我已經不比賽了。姐，她還想說什麼，我及時打斷，以後不許再跟人打架。她笑了一下，然後迅速板起臉，做出一副正經的樣子。遵命，姐姐。冰場的燈一盞一盞的滅了。工作人員走過來，說夜場要結束了。我和妹妹下了冰，換好鞋，走出冰場。外面的風還是很冷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覺得沒有那麼冷了。妹妹走在我旁邊，雙手插在口袋裡，呼出的白氣在路燈下散開。姐，她說，你後悔嗎？後悔什麼？後悔當初沒選媽媽。我想了想，上輩子我選了媽媽，成了奧運冠軍；這輩子我選了爸爸，成了沈家的繼女，有一位能讓我接觸整個金圈的繼母。2條路不一樣，但我不後悔。不後悔，我說。妹妹看了我一眼，沒再說話。姐，對不起，是我先耍了小心眼。知道就好，以後別這樣了。我保證。你要繼續加油。如果您覺得暖暖聽書不錯，請您按讚、訂閱和分享喲。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，謝謝。